OK， 好，我知道我才刚讲完电竞的 Mac， 但你知道爆料这个东西就像新闻啊，新闻这种东西就是天天都有。现在就有新消息进来，所以我们就来讲吧。好，那今天的重点大约于以下几个。第一个就是 iMac 会在 WWDC 如期推出，会有类似 iPad Pro 的 design。然后现在有消息传出来，苹果自行设计处理器的 Mac 即将在 WWDC 发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开始前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还有分享影片咯。好，我们先从 iMac 讲起吧。终于，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这次 iMac 的更新。先前我一直看到新的 iMac 设计流出，当然也多了更多消息出来。这次的 iMac 会有更新的 T2 的晶片在里面。现在也真的就是差 iMac 没有了，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终于会全面换成 SSD 固态硬碟。好，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在设计上面会全面更新。据说会是像类似 iPad Pro 还有 XDR 萤幕的设计。去年 Tim Cook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他身后有一台非常大的 iMac。那萤幕的边框也比现在的窄很多，整体设计的语言还是蛮接近这一代的。当然，这不代表那一个就会是最终的设计。我个人是比较希望看到比较接近 XDR 萤幕的设计，然后并有那种萤幕可以上下调整高度的那种设计，不会像现在这样只能调整它的角度。那我有认真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来专门剪片用，因为据说这一次也会搭配 Navi 架构的显示卡，所以实在是非常吸引人。不论如何，我建议现在这个阶段到 WWDC 之前都不要买 iMac。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苹果即将发表内含自家处理器的 Mac。那先前的消息一直是说最快要到今年底或是明年初之后才会看到。那为什么现在要急着发表呢？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所有销售的 Mac 里面的处理器都是使用 Intel 的，照型号的不同，有独立显卡的，那可能显示卡就是用 AMD 的。而现在苹果所有的行动装置，反举 iPhone、iPad、Apple Watch、iPod Touch， 还有人在用吗？甚至 HomePod、Apple TV 里面使用的处理器都是苹果自家设计的。为什么苹果现在要开始在他们的 Mac 上面慢慢开始使用自家的设计的处理器呢？其实原因有非常多。第一，我目前看到的 iPad Pro 还有 iPhone 的表现，基本上都展现了苹果设计的这些晶片，它的效能有多么强大。那有人用 iPhone 剪辑整个 YouTube 频道的影片，有人用 iPad Pro 完成所有 4K 的剪辑，输出和渲染的速度甚至大胜很多初阶款的 Mac。这些惊人的效能还是苹果为了平衡散热啊，还有耗电量下所得到的结果。那反观在 MacBook 系列上面，这几年因为依赖于 Intel 的处理器，不仅效能上跟不太上脚步，那还碰到很多散热上的问题，加上苹果在更新周期上还得绑手绑脚的，以后换成自己的处理器可以完全一手掌握。第二，这样可以让行动装置和电脑的相容度更高，这也是另一个苹果可能赶着发表的原因啦。这样的转换意味着很多软体开发者都必须重新为了这个架构开始着手开发软体。今年 WWDC 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一方面现在改为线上，别于以往需要$1600的门票，相信会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参与。一开始会以低阶款的 MacBook 系列开始转换，也可能会出一款类似先前12寸的 MacBook， 这样也给予使用者和开发者一个缓冲期。第三个原因当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成本。这样的转换在组件上的成本可以省下约30%到40%左右。那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因为毕竟在效能上也是看得出来，苹果自家的处理器是优越许多的。所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能使用到更好的产品，然后对苹果来说又能增加获利，基本上也是双赢。那这样代不代表将来的 Mac 可能会降价呢？我是还不太敢期待这一点啊。但如果能以现在同等的价位买到更好效能的产品，相对来讲也算是合理，那也算一种降价吧。现在来讲讲这次发表会可能会是什么。如果以上一次苹果更换处理器的经验看来， Steve Jobs 在2005年的开发者大会上发表这个消息，然后预设从1年后开始推出内含 Intel 的 Mac， 这实际上苹果约在7个月后就推出。那这次传出来的消息的时间点也是非常接近了，那在年中会发表这个消息，然后第一个产品会是在年底或是明年初上市。但我相信我们应该还是会在发表会上看到苹果基本展示啊，使用自家处理器的 Mac 可以做到什么，能达到怎样的效能，或许甚至看到一台已经完成的成品也说不定。上次整个产品线的转换只花了1年左右，那我相信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可能就是我现在还应该买 Mac 吗？还是等到转换完之后？这部分我也是想了很久啦，因为牵扯到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加上上次转换的情况也非常的不同。我就大致上分析一下我的看法。上次苹果转换到 Intel 是一个市场上大部分所有产品都使用的处理器，那产品线已经非常成熟，加上第三方的软体资源也早就完整，对开发者而言也相对简单。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太相同，有点像是反过来。但相对来说，现今的苹果也不是当年的苹果。当未来苹果所有的硬体都使用自家处理器，当然软体在所有装置通用性又会更高，那自然也会对开发者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至
至于该不该现在买 Mac， 其实离开发者大会也没有几天，我觉得至少等到苹果那时候发表的消息，再来看看苹果发表的可能将来的时程表，再来决定。那如果你主要的使用上为专业用途的话，我认为整体到高阶的转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像如果新出的 iMac 应该还是使用 Intel 的处理器，但是这也不会打消我需要购买的念头。如果你是一般文书使用的话，没急迫性的话，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等啦，但是也不用担心转换之后旧的机型会不支援。苹果在这一方面做的都还蛮好的。那整体来说，我是很期望看到这样的转换，因为从现在 iPhone 还有 iPad 的表现看来，当苹果可以完全掌握软硬体的时候，效能上的提升不说，整体生态链的整合度又会更好。以后会看到一些专业或是第三方的软体也能使用像是 handoff 的功能或是更多。那电脑上一些案子处理不完的时候在外面或是通勤的时候，也可以持续在 iPhone 或是 iPad 上面完成。加上 5G 的时代的来临，一切都变得很有可能。那另一方面我想到的就是很多人在赞赏游戏在 iPad Pro 还有 iPhone 上面的表现，加上苹果去年推出的 Apple Arcade， 那我相信在硬体整合之后，配合上 AR 还有 VR 的装置，在游戏市场上面会有更好的发挥。好，最后就来讨论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有多少人在等新的 iMac， 然后期望新的设计和配备的清单到底有什么。然后第二就是对苹果更换自家处理器的 Mac 会有什么看法，那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现在购买 Mac 的意愿。那今天的快报就大致上到这边，你们有什么想讨论分享的，也可以在下面提出来，那我们可以再讨论咯。好，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